有这样的一个机会邀请到品牌大师文琪。大家好，欢迎收看。就是说，我们今天很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得到这个文琪大师的首肯来帮他做了这样的一个专辑，让更多人了解还有认识这个品牌这部分到底要怎么去做一个操作。你们要听到这课程不容易耶，这个在外面是一堂课是要4万多块，对啊，现在一堂是要4万多块的课，我把它浓缩成精华放在这里面。我的频道是这个订阅的朋友呢，大部分也都是在经营自媒体的部分。好，那不知道文琪大师这边可不可以给一些我们这个做自媒体的朋友们一些小小的建议，就是你认为他们怎么做可以更好？因为我看到有人是做宠物的频道，有人做亲子教学类的频道，对，然后也有人是做一些也有做那种 cosplay 的，然后游戏的，其实很多种类都很多。那会订阅我频道的，大部分也都是一开始也都是学习剪辑的技巧而进来的。那陆陆续续，我相信他们也都希望在自己的频道，或是说他希望自己的一些内容可以让更多人被看见。那不知道就这一块，文琪对于每一个人那个品牌的定义啊，或是他要怎么去做个人品牌这件事情，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感谢永杰的介绍。那就我个人的认知跟小小的建议啊，就是因为现在投入到自媒体也好，或者是创个人品牌也好，其实都遇到相同的状况，就是现在的市场上有越来越多的人，甚至越来越多的品牌投入到这两个领域，竞争很激烈，竞争很激烈。然后观看的人，或者是对品牌自媒体来讲是观看的人，那对品牌来讲就是可能是购买的人，那所以他们的选择性都非常的多，所以现在的市场其实变成是消费者的选择很多，但是相对他的时间却很少。所以我的建议是，不管经营自媒体也好，或者是经营个人品牌也好，如果我们的前期条件是我们没有很大的行销预算，所以我没有办法投入很多的行销预算的前提之下，或者是我没有很多相关的资源跟条件可以去整合的话，那我会建议就是不要做，不是要做，不要做。其实我是建议不要做，因为我发现我接触很多那个 YouTube， 我发现啊，如果你没有一定的程度跟本钱，你是没有办法去竞争的。对，发现是这样。但是我有一个小的建议是，因为现在市场很竞争嘛，消费者选择又很多，自身的条件比如没有资源的整合跟周遭的一些帮助，而且我有很多的行销预算，那不做的话，这是很 OK 的。因为的确我看过蛮多的自媒体或者 YouTuber， 他们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也花了很多的精神，然后也想了很多的梗跟内容，他其实也很认真在做内容。但是我也发现他会去投入很多的时间、精力跟成本之后，其实他并没有在很短时间内转换成所谓的这个要一段时间，它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的想法是，如果真的评估完之后觉得我还是要试一试，就是我一样建立自己的自媒体，建立自己的个人的品牌。我的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你可以开始猜所谓的小众市场。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随便举个产业好了，我来分析，我来做一个小结。比如说刚才提到那个亲子对，育儿嘛，对，育儿的部分好。那亲子育儿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它看的话是一个领域，亲子育儿。好，那在我前期没有很多的行销预算，好，那我要去做这样内容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想内容其实录跟剪接已经是很花心力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又另外一个很花心力的事情是想内容。你今天要去想内容，如果去找素材，我觉得那个其实都很辛苦。所以假设好，现在锁的是育儿这个区块，我觉得它可以再去拆分市场。比如说育儿的话，它有没有更细的市场可以去拆分？去拆分。比如说针对妈妈、针对爸爸、针对妈妈，或针对爸爸，或针对是在生小孩子之前还是之后，那大概是几岁？可以，比如说依家庭的结构，小孩子现在的岁数，甚至依性别。比如说我就是针对男宝宝、针对女宝宝。我在讲育儿，但是我就只拆的东西就是，小朋友吃什么对他最好，那可能是用那个食品取代药品，类似像这种东西。因为我相信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爸爸妈妈觉得负担重的，或者是不放心的，或者是品牌来讲叫痛点的。比如说好，育儿的里面可能会有所谓的，如果帮他挑选一个好的幼儿园，要注意哪些？他可能就是专门从教育这一块，那就可以从幼稚园到国小，甚至到国中，他就拆出一个很小众、很细分的市场。或者是我针对食品这一块，如果在印象中小家庭居多嘛，那些爸爸妈妈都很忙。那我就教你，如果在有限的时间里面，然后也不会花太多钱，然后做健康的食品，然后让食品取代药品的这个，或者是我就只专门针对女宝宝。那它的面向可能就可以再讲宽一点，但是它就是针对女宝宝，或者是针对什么，就是它可以开始去拆分市场。那我觉得它可能会吸引到更聚焦的受众群或族群，更聚焦的，
当然，然后让他们慢慢的知道，然后变成铁粉，然后再把这样的效应扩大。所以议题的话，它甚至可以慢慢的先针对专议题挖深，那如果可以的时候再开始去做所谓效应的扩张。而且你的 TA 如果越精准的话，你就算你的人数很少，对，可是你也是被变现的。对啊，因为我知道以线上媒体这种所谓流量媒体来讲，它就有一个非常高的参考价值是它的那个完播率嘛。它如果这块影片它能不能完整的看完？点开啦，或者是什么那买广告就可以，但是完播这件事情不是我花钱会做得到的。那如果把小众做好的话，真的把内容做好，就是小众市场拆解好，用内容做好，我相信它的完播率应该会非常的高。那可以在先天的条件我们没有足够的预算去做广告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做这种所谓的小众市场，来去为自己建立品牌，或者为自己去做一个自媒体。先做好你的小众，你才有机会成为大众。对，然后把影片的完播率提高。然后给内容，而且是因为是小众媒体那个议题又很聚焦，对，我相信在做内容这一块，我的花费的心力跟成本跟时间，我觉得相对也会比较少，因为现在的影片其实不会太长，那假设可能就是针对某一个议题，我去准备好3-5分钟一下子这样，对，那我就可以拆好几集，我就把这一个的议题，你在说我现在做的事情，对，也是这个也是文琪大师教的，这个我当初也是锁一个议题，那我锁的就是剪辑的部分，就是让人家如何从影片拍摄完之后，把它制成影片。对，那我就专门教这个剪辑的部分。会学习这一块的其实很明显嘛，要么是做自媒体的，要么就是希望自己可以生活做一些记录。对啊，所以从文琪这边又学到一个 slogan， 教你记录美好生活，这好重要。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做哪一个区块，其实都一样啊，就是你把你的小众市场做好，其实那个机会都很多。对，那除此之外，因为像我们有很多，它真的是第一个除了内容，就是它可以锁定小众去做这个内容的部分。那有没有其他的商业模式可以让他们产生获利？商业模式产生，这会不会？哇，这比较难。如果以市场来讲的话，唯有量体才会有，就要到还是要到一个量。对，因为比如说就广告房或叫什么的，它那个自媒体或者是个人品牌自带货以外，它可以自己带货去卖也可以，但是还是会请不到量体，因为当它量体没有起来的时候，没有观看的人数，或者是他在没有预算去买行销之前，哇，他自己带货，我觉得都会还是会没有到量体，应该是先把内容做好。然后让粉丝数慢慢的增加，然后把内容做扎实。然后我相信，他就来看他不太有捷径，除非有爆款或爆品啊，或在这个年代不太容易，对，或者是刚好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事件。像我认识一位朋友，他现在也在做自己的自媒体。但是它只能算是一个事件了，它也不是常态性的在做销售。如果是常态性的在做销售的话，我觉得以商业模式、商业思维来讲，它还是会回归到量体这一块。因为这个我有听过一种说法，就是你做哪一块市场，你不做那一块市场的钱。比方说你是部落客，或者是说你可能是美食的这个自媒体，美食的自媒体的部分，你跑店家，你采访店家，你去我们讲探店，对，你跟每家走，那因为你要保持公正的身份，所以你全部都不收这些人的钱，纯粹是你以你自己的出发点，你要不要去采访这家店家？对，当你这样公信力出来的时候，你反而赚的是其他平台的钱，而不是赚你那个市场的钱。部分的人他们是这样子操作的，对。那有一部分的人他们是很单纯啊，你出钱我就去，你出钱我就去。那我也不知道好还不好，就是其实这是商业模式的不一样。比如说第一个的话，他把内容做扎实，而且他客观。我相信很多时候他的粉丝在追踪这个算部落客嘛，对不对？有的时候他会相信他去探的店，如果他真的是公正的，对公正，如果他认为真的好，他就相信他是真的好。对，那我相信他就变成是有一句话就是信赖感，信赖感。那这时候他的来源就会来自于广告商。因为它的流量够大，所以可能就有人会在它的里面下广告。对，所以它可能是来自第一张，就是羊毛出在狗身上，猪来买单，类似这样的概念。那这也可以，那就是还是回归到基本功，就是把小众市场做好，然后完播率提高，然后把内容做专业，在内容做专业更扎实以外，它可能会形塑出自己是一个很有公信力的 YouTuber。对，那我相信这是个。另外一个刚才你提到的，它就是比较像一般的其他级的思维，它就是另外一种形态，对，有个制度，case by case，反正有 case 我就去。这个另外一种模式，对，还是没有所谓的好或不好，对或错就没有错。反正商业市场的话，都是一种看见需求满足需求，或者是看见痛点解决痛点的过程，就是这样。那到后面如果量体冲起来，比如说，我有碰到这样的需求，我从这个直播主或者是 YouTube 的身上，对，
我看到，我可以从这边得到解决我的问题，知识或者解决我的问题，或者知道什么样的方法，或者得到什么样子的资讯，帮我解决问题，或者是满足我的需求以外，那相对而言的，最后这个 base 这量很大起来，我觉得市场的那个它的利润应该就会出来。对，我目前看在 YouTube 上面，娱乐类还算是大众啊，但是专业导向的在这几年越来越多。对啊，那其实大家都在抢市场，有时候是看谁先卡那个定位。对啊，谁先卡到后面的市场就会有机会。对啊，就一样啊。其实我们也是在卡一个位置啊。对啊，那每个人会有不同的需求，你只是针对某个需求点去解决观众受众的问题跟需求点。对啊，都会有机会。OK， 好，或者是你们想要对文琪，其实我可以留文琪的资料在上面有需要你们可以直接再去询问他，但是他本人是很忙的，所以可能要先电话询问，然后看什么时间，然后看你的需求点是什么。那目前他主要服务的大概就是你有开公司的啦，有开店做生意的啦，是他主要的客户群，创品牌或者是开店的。对。还有品牌规划需求或视觉形象设计的，对，或是说你原本的老品牌啊、再造啦，这个是专长，而且是非常厉害的。这边不行，算了，我们不能透露厂商的名字，不然就对，反正有很多大品牌这个文琪都有超过。所以如果假设说，你有品牌相关的，可能品牌再造，或是说你本身要自创品牌的需求的话，都可以再跟我们联系电话在下面，都可以再跟文琪这边来去做接洽还有联系那当然，他一定会层层把关就是没有一定的需求，你只是自己开个小店要去问，应该也会有机会啦。也会有机会。对，如果钱够多的话。对啊 ，OK， 好，非常感谢文琪今天接受我们短暂的访问，谢谢。Big green glasses and Jamaican